1942年，二战期间，英国首相丘吉尔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。德国空军正在对英国进行猛烈轰炸，伦敦几乎每晚都在燃烧。英国内阁中有人提议与希特勒谈判，以换取短暂的和平。这些人认为，英国已经无力抵抗，继续战斗只会带来更多的伤亡。然而，丘吉尔坚决反对。在一次内阁会议上，当有人再次提出投降的可能性时，丘吉尔猛地拍桌而起：“我们绝不投降，即使这座岛屿被征服，即使我们的帝国灭亡，我们的海外领地也将继续战斗，直到上帝允许的时候。新世界将全力以赴，拯救和解放旧世界。”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，不仅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也改变了英国的命运。丘吉尔拒绝了软弱的标签，他选择了坚强，选择了反抗。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，最终帮助英国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。丘吉尔身上展现的，正是一种拒绝软弱、勇于坚强的品质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也有无数人因为性格软弱而被他人欺负、拿捏、利用。他们就像是草原上的羔羊，随时可能被狮子盯上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一个人太过于善良，就容易被欺负，因为人类世界就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修罗场，弱肉强食始终不可避免。那些经常被欺负、被拿捏、被利用的人，基本上都有这些特征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特征是什么，以及如何摆脱它们。性格懦弱，就像是软绵羊一样，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好有坏，除了懦弱的性格，因为懦弱的性格只有坏，没有好。性格懦弱，就像是软绵羊一样，那被人欺负、算计、套路、拿捏，就是分分钟的事。我有一个朋友小李，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，由于他性格温和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所以经常被分配最繁重的工作。每当有加班任务，领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久而久之，同事们也习惯了把自己不想做的工作推给他。小李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认可和晋升。他的同事们则利用他加班的时间，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建立人脉，最终获得了更好的职位和薪资。江湖就是一个决斗场，里边有着各种各样的虎狼之人。要是你身为绵羊，误入其中，那被吃掉就怨不得别人了。要知道，强者吃掉弱者，本就是自然规律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曾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根本的分界线是什么？是那些要求更多的人和满足于现状的人之间的分界线。那些不敢要求更多、不敢表达自己需求的人，往往会被生活推着走，而不是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在性格方面，不能太懦弱，而应该勇敢、坚强，带一点刺，别人怕被刺伤，不敢拿捏你，你的处境才能安全。逆来顺受，永远都不懂得拒绝。有人提出过一个观点，绝大多数人都缺乏主动拒绝别人的勇气。举个例子，亲戚来找你借钱，还打了感情牌，由于你好说话，也比较心软，不懂得拒绝，所以亲戚把你当成了冤大头。这一次你成为了冤大头，下一次你依旧会成为冤大头。所有的不懂得拒绝，都是在给自己挖坑。我认识一位女士张阿姨，她一生都在为他人付出。邻居需要帮忙照看孩子，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亲戚有困难需要借钱，她总是慷慨解囊。同事需要她代班，她从不拒绝。然而，当她自己遇到困难时，那些曾经得到她帮助的人却很少主动伸出援手。最终，她的退休生活变得拮据而孤独。
因为他把太多的时间和资源都给了不懂得感恩的人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写道：不必太纠结于当下，也不必太忧虑未来。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学会拒绝是人生中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，它不仅能保护我们的时间和资源，还能赢得他人的尊重。别人有什么请求，那是别人的事儿，而我们是否拒绝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。真不愿意，那就及时拒绝，切勿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多管闲事，按捺不住躁动的心。俗话说，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说话太多，就容易招惹来是非；过分强出头，就容易徒增烦恼。这一切都是多管闲事惹得祸。王先生是一个社区的热心居民，总是积极参与各种邻里纠纷的调解。有一次，他看到2个邻居因为停车位问题争吵，便主动上前调解。结果2位邻居不但没有因为他的介入而和解，反而都对他产生了不满，认为他偏袒对方。从此，这2位邻居见到王先生都会冷眼相待，甚至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他的言论。王先生原本只是好心，却因为多管闲事而失去了2个邻居的友谊。看到别人在吵架，自己按捺不住躁动的心，卷入到别人的是非恩怨当中，注定会被别人所针对，仇视无异于四处树敌。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曾说，我们应该像蜜蜂一样工作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工作本身的价值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，而不是过度关注他人的纷争，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内心平静。因为多管闲事而被人针对排斥，这就是典型的自作自受。人在江湖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才是真相。偏情绪化，中了别人的激将法。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，听了别人所说的话，或者看了一段短视频，就涌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？基本上99%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。由于普通人缺乏理性，也不够沉静，所以他们都容易中了别人的激将法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小陈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，性格比较急躁。在一次团队会议上，一位同事对他的销售策略提出了质疑，小陈立即感到被冒犯，情绪激动地反驳，甚至说出了一些过激的话语。会后，他才得知那位同事是受到了竞争对手的挑拨，故意在会议上挑起他的怒火，目的是让他在高管面前失态，而他恰恰中了这个圈套。情绪化，这不是什么好事，恰恰是被套路的开始。试想，别人给你灌输情绪，然后让你消费、购买某某商品，那你不就上当了吗？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·戈尔曼在《情商》一书中指出，情绪智力是一种能力，它能让我们监控自己和他人的情感，区分不同的情感，并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考和行动，提高情商。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是避免被他人操控的关键。越是感觉到情绪化的时候，越要深呼吸，保持平静，思考究竟是谁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不能中了这些人的激将法。缺乏主见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人性有一个缺陷，随大流，人云亦云，容易失去自己的主见。一开始你走的是 A 道路，可别人都否定 A 道路，那你就会选择随波逐流，走别人的 B 道路，如此就容易走到死胡同当中。小王大学毕业后，对艺术设计充满热情，梦想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。然而，他的父母、亲戚和朋友都认为这个行业没前途，劝他去考公务员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小王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选择了一条稳定的道路。几年后，他在公务员的岗位上感到极度不满足和空虚，
而当初那些选择追求设计梦想的同学，有些已经在行业内取得了不错的成就。比道路适合别人，未必就适合你，就跟生活是一样的，这种生活适合别人，可未必就适合你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美国作家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曾说，随波逐流的人永远不会强大，只有那些能够抵抗潮流、坚持自我的人才能真正强大起来。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，不盲目追随他人的脚步，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。做任何事儿，如何过日子，有什么样的选择，都需要听从本心。人生是自己的，而不是别人的。连自己都不去负责，谁又能为我们负责呢？过分老实，没有任何城府可言。一个问题，别人所尊重的都是什么样的人？有神秘感且看不透的人。别人看得透你，那别人就会对你生出不轨之心；反之，别人看不透你，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细，那别人就不敢轻举妄动。李先生是一家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为人诚实直率，从不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情绪。在一次重要的商业谈判中，对方代表故意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试图观察李先生的反应。李先生立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和焦虑，这让对方看穿了他的底线。最终，谈判以对李先生公司不利的条件结束。事后，公司 CEO 委婉地指出，李先生过于透明的态度让对方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。而提高神秘感的本质，就是在提高自己的城府。有城府的人跟没有城府的人，在江湖当中所处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。中国古代思想家孙子在《孙子兵法》中说：“兵者，诡道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战争的本质是诡诈的，需要运用各种策略和手段。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，适当保持一些神秘感，不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，这是一种智慧，而非虚伪。老实人处处被打压，而有城府的人处处被人尊重。缺乏自信，总是低估自己的价值。除了上述6个特征外，被利用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往往缺乏自信，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。张女士是一名资深的平面设计师，拥有10年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项目经验。然而，由于缺乏自信，她总是低价接单，甚至有时免费为客户提供服务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认可。结果，她不仅没有得到客户的尊重，反而被视为廉价劳动力。客户经常提出无理要求，如果她拒绝，对方就会威胁找其他设计师。这种恶性循环让张女士陷入了低价竞争的泥潭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说过，人类最深切的渴望是被欣赏的渴望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欣赏自己，不相信自己的价值，那么他人又怎么会欣赏和尊重我们呢？建立自信，认识到自己的价值，是避免被他人利用的重要一步。边界感模糊，不懂得保护自己，被利用的人通常缺乏清晰的个人边界意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不，什么时候应该为自己设立界限。王小姐是一名热心的志愿者，经常参与各种公益活动，然而她从不为自己设立时间和精力的边界，导致志愿工作逐渐侵占了她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时间。组织者看到她总是无条件答应任何请求，便开始理所当然地期待她随叫随到。最终，王小姐因为过度疲劳而生病，不得不暂停所有志愿活动。美国心理学家亨利·克劳德在《界限》一书中写道：界限是定义你的，界限告诉你你是谁，以及你不是谁。他们定义了什么是你的责任，什么不是。学会设立健康的个人边界，明确自己的责任范围，是避免被过度索取和利用的关键。过度追求完美，害怕犯错和批评，
完美主义者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对象，因为他们害怕犯错，害怕被批评，所以会不断地超额完成任务，甚至主动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。陈先生是一名教师，他对自己的工作极其认真，总是追求完美。学校领导知道这一点后，经常给他安排额外的工作，如组织活动、编写教材等。由于害怕做得不够好而被批评，陈先生从不拒绝这些额外的任务，即使这意味着他必须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家庭生活。长此以往，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，家庭关系也变得紧张。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，完美是善的敌人，过度追求完美反而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权。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允许自己犯错，这样才能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，避免被他人过度利用。那么，如何摆脱软弱的标签，不再被他人欺负、拿捏和利用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改变是可能的，就像丘吉尔在英国最黑暗的时刻选择了坚强和反抗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重新定义自己。其次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培养自信，认识到自己的价值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每天花时间列出自己的优点和成就，无论大小。学会拒绝，记住，说不是你的权利。开始时可以从小事练习，逐渐建立拒绝的习惯和信心。设立边界，明确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情感边界，不允许他人随意侵犯。控制情绪，当感到情绪波动时，先深呼吸，给自己10秒钟的冷静时间，再做出反应。培养独立思考，不盲目追随他人的意见，学会分析利弊，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。保持适度神秘感，不必将所有想法和感受都公开，保留一些私人空间。接受不完美，允许自己犯错，从错误中学习，而不是因为害怕失败而过度付出。记住，改变不会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但只要坚持不懈，你一定能够摆脱软弱的标签，成为一个更加自信、坚强的人。正如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所说，勇气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战胜恐惧。我们不必成为最强大的人，但我们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，一个不再被欺负、拿捏和利用的自己。这种改变不仅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，也会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和欣赏。因为最终，世界尊重的不是软弱，而是那些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同时又不失温暖和善良的人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